但是你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大体力接这100颗，然后比赛的时候可能没办法100% 去接那么重要的一颗球？练习是准备，比赛是 development， 就是比赛才是让你真的有办法学习的。很难过打不好，去接很多是一种释放，是一种好像对自己接完有一种安定感，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被感觉给骗，你真的要找到对的东西，然后真的就是像你说对症下药，那才是真的在解决一件事情，而不是做了一件让你安心的事，事情就结束了。没有海盗，我不知道我可以说英文；没有海盗，我不知道就是我有机会单季10轰；没有海盗，我不知道我可以变成这么好的内野手；没有海盗，我不知道就是原来棒球是要这样子打。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海盗，我都不会学会。当然，我到现在还是很想拼上大联盟。那我相信球团也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段小联盟的过程，虽然可能还没走完，但是这段小联盟的过程，我觉得我已经学到真的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我很感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键盘球探，我是主持人 Danny， 我是主持人阿月。键盘球探运作是完全仰赖各位听众朋友的抖内支持，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赞助连结，用每个月1.5餐钱给我们小额赞助，让我们未来能把键盘球探当成我们全职工作，持续为大家做出优质的好节目。好，今天节目请到的来宾就厉害了，我老实说，这真的是被听众朋友们敲碗都要敲破了，敲出来的一位，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喜欢，也非常觉得这个球员真的是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有趣又有料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就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在海盗队打球，然后目前也刚新婚，也恭喜成为新婚人夫的郑宗哲选手。宗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各位大家好，我是宗哲。对，那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好了，为什么会邀请到宗哲？但大家的敲碗是一部分没错，但这个起源是来自于某一个选手。有一天我遇到他，我先保护一下这选手的名字，因为我怕大家又要敲完这位选手来上节目，我保护他一下。那天我遇到他，他说早上刚刚跟宗哲通过电话，然后他就问宗哲说：“有没有想要来上键盘球探？好像有聊到类似的内容，等一下可以请宗哲分享一下。”然后呢，我说：“哦，真的吗？那都已经聊到这，我一定要好好来问一下宗哲，因为我跟阿月非常喜欢宗哲，长期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我们在很多的节目里会分享宗哲的一些守备的观念也好，或是一些打球的观念也好等等的，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宗哲这位选手。只是那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连结关系，有点不好意思邀请宗哲。那宗哲你分享一下好了，那时候您从电话到底聊了什么？那最后我就邀请你，很高兴你也来我们节目。那时候是我早上打给刘志荣嘛。你已经讲出这个名字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可以啊。反正就是打给他，我忘记要干嘛去了，反正就跟他联络，因为他训练的地方离我租房子的地方很近。郑浩哲教练，对，好像就听到就是我们在讲电话，然后他好像就说：“你跟谁？问志荣，你跟谁讲电话？”他说：“宗哲啊。”然后完他就说：“我那时候刚好去当球评。”就他就好像靠过来电话跟我说：“我有听到你当球评，我觉得很棒，你一定要去一下那什么键盘球探是什么，你一定要上一下节目，告诉大家你可以给台湾的棒球带给很多东西之类的。”所以是浩哲教练助攻了，是不是？浩哲跟志荣，感谢，下面可以领500。好，那先问一下宗哲，那你自己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有，我记得你在 YouTube 有看到一些影片嘛，像那个巨人的球探，然后小薛周教练最近有来嘛，我听比较多一些，然后古林我知道最近有来，是懂，所以也是听一些我们的访谈，周教练相关的内容，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聊，会聊到跟世界杯相关的内容，到时候再好好来聊聊这一块了。好，那我们先开始热身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正题啦。首先想先问一下宗哲，我们先从可能3级棒球开始聊，后续再聊到跟旅美相关的内容。那3级棒球时期，其实宗哲算是相对较晚起步嘛，因为你国小时期是田径队，不是我们这种棒球的科班的球员。那时候是田径队，所以是后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会让你想要在国中的时候才正式的改练到棒球呢？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幼稚园那种时候，就是很爱棒球。OK， 因为家里刚好都会播就是棒球电视，那时候都有懒 news 什么的。OK， 然后我从幼稚园的时候，澄清湖那时候有比赛，我蛮常去看的。然后从人多看到人很少，但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就只知道我很喜欢林志胜，喜欢陈风明。
哦，对，那时候我印象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打线我可能都还排得出来，哦就是我那时候很常看，因为嗯，那时候黄龙一都打第一棒，然后对他很常对收大喜全垒打，没错嗯没错。然后第二棒都什么蔡建伟、对对对对，施志伟、陈金峰、林志胜这样，就反正大概是这样。那时候龙猫竟然那时候也在，在，是的哦，那时候还叫曾打第七棒恒章，还不叫曾没有，豪基我那时候的时期看到好像真哦，已经改名我了，是不是忘记了。 ？OK，但我知道他好像穿66号吧，然后袖子都会拉起来。5年级还4年级，我问过我妈，就是我可不可以，就是去打棒球。但我妈其实可能也觉得就童言童语，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很希望我真的去打，就觉得我这样读书，然后放学有找人玩棒球，这样就够了。然后直到我要国中了，然后我想说，既然都要换一间学校，不然我找一间有棒球队的学校好了。可是我一开始有去考林落，但后来在我妈的朋友介绍下才就是去鹤生，然后去鹤生，那个教练也觉得我还不错，就叫我一起去练。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影响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嘛。所以如果你持续练田径，可能现在就没有你这个海贼王的这个名号在美国小联盟的打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你就到鹤生，那鹤生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是屏东的传统强权嘛。那你在鹤生后续的训练，我觉得应该就很成功，那就进入到了高中的阶段了。那高中的话，宗哲就是来到普门高中。那其实普门呢是近年来青棒高雄新兴起的强权啦，因为在普门之前，大家知道可能在高雄高院真的比较占优势一点。在普门这边，其实宗哲是蛮快就成为木棒组的选手了哦。那宗哲你怎么看当初刚进到这个青棒呢？有感受到什么环境的差异吗？以及你在非常年轻，可能还是这种学弟的年纪，就开始打木棒组，就开始卡上了大队哦。那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还是说对你来讲，这个就是你设定的目标成真了？原本也是有在考虑要不要去高院，可是直到我国中某一次比赛，我表现真的没有很好。OK， 我突然觉得，或许我真的不够格，哇，去到高院。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去高院才有办法打职棒？高院传统强权，就是以前的一个迷思啊。可能去都是人候补，我不如去普门，我应该有机会，相较高院可能比较多机会，有办法先发被人家看见。因为很严格，所以就是要球员常常打扫，然后就很干净什么，我就觉得好像至少还不错，然后就去，因为也没有什么人生没办法重来嘛，就是这都单行道，然后其实就走了就走了，然后那时候就去普门，然后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我一定会说不错啦，因为我今天到这里，我觉得没有那时候选择，就是我没办法今天在小联盟打球，或许我去高院可以更好，我也不一定，都不知道。刚好他们有一批野手比较多的那一届都刚好毕业，所以剩下几乎都投手比较多，刚好野手有一点算是断层。学长刚好位置空出来，我们选蛮多内野手的，可是刚好有些人就有一些想家的，其实暑假就转学回去了，或者是也没有剩那么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会特别选我，但我觉得我没有比人家真的好到哪里去。但我老实说，我不比人家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教练选我。不过那时候就刚好就叫我去守游击，可是我第一年其实守的蛮邋遢的。OK， 你觉得第一年比较不好的点会是在哪边啊？因为我国中都守二垒，然后我第一次因为原本是有一个叫甘佳敏的，他是游击手，但是他可能臂力家人觉得他只能守二垒，所以叫我去守游击。可是我变得就是不知道要那种距离感，就是我可能接得到球，但是当我接到球一垒，就打者已经跑到一垒了，或者是我接到球很急促要传，然后可能又传不太到。第一年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那时候会觉得确定要我守游击嘛那种感觉。那时候教练其实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想那么多，叫我就全力丢完就算了。所以那时候是邱教练嘛，对不对？邱俊元教练应该是给你很多鼓励在游击的守备这一块。他那时候都会蛮鼓励我，叫我全力丢。对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游击守备这一端，你觉得大概到什么时候？例如说，可能到高2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真正像个游击手，大概是什么时期？我觉得高3的时候，我知道到高3的时候嘛。可是高3的时候，其实大家看你真的都觉得可能已经是台湾
历史上少有的这一种天生的游击手，但是你自己反而是觉得到高三你才比较认可自己的手背的表现。因为我其实到我高2要升高3的时候，我都在想，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选进职棒，甚至没有想过旅外，甚至觉得中职都不知道选不选得上。OK， 然后到高3是因为我觉得，暑假我们去 MLB DC 的时候，那个张宝树教练，我觉得他那时候改变我蛮多的。我就问他，就是我要怎么让我的手背更稳定，我就去请他，我就自己跑去找他，然后就问他。然后他就教我了一些小技巧，然后就是怎么去接一颗球。他希望我可能就是球的路径是这样，那我左脚只需要往这边踏一步，球就在我的左边，我并不需要整个人跑过来。就是类似这样，然后接到后可能到肚脐就把2只手拿开，就是很基本的东西。然后我才觉得，他说，因为你如果一直拿到后面，你只会拿很久，拿不出来。但如果你让自己只能在肚脐这里就拿开，会比较容易一些。就是有目的的去接球了，开始之后的每一天就有目的的去接球，然后这样接习惯了，我才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游击手。然后我觉得贝利的话，好像是，我觉得高1下学期的时候，我去高院联队的时候，没有，高2升高3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好。然后打击的话，是我高1升高2要去高院联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打很远。我觉得就是每一年的下学期我去联队的时候都学到很多，是因为我觉得平常在普门，然后去到高院，突然有很多很强的人，然后就会突然，各位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进步了。所以可能有些同才之间的比较，你会觉得应该也要做的跟他们一样好。对，因为我们这届高院什么林毅打，那时候他们都可以打全垒打，然后那时候会看到廖健富 ，OK， 类似那种就会觉得哇，就是我们都是高中生，可是我们球队平常没有像你们这种，就是像明星选手一样那种感觉，可是去到那边就会看到，然后就莫名的就好像会学到一点东西。其实宗哲讲这个在联队受到很多刺激，其实我们也听其他选手有讲过，其实蛮多选手可能都是会这样子受到一些刺激。那刚刚宗哲有讲一个蛮有趣，我觉得张宝树教练，因为他也是他应该是打到3A，然后他也是游击手嘛，对。刚刚宗哲你讲说张教练说你稍微往右移动一点点，他就会让你球在你的左边，这个意思是说可能传统上可能内野守备会希望说绕一个圆去接球，让他有一个往一垒的动量去传球嘛，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原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要绕很大一圈，然后脚步很难算，但是张宝树教练说其实你只要稍微移动一点点，让你的重心有点偏移就好了，是这样的意思。对，因为那时候会想要绕一圈，然后在左边接球，对，但你会发现绕一圈之后你可能还在原地，就是你最后绕回来接到球，球在你左边，但你没什么往前。对，但他要我做的是，就是假设球在这里，那我左脚就往这边，就是从这边踏到这边 ，OK， 然后还没到的话就继续往前，然后接到，你也可以在左边，但是你离一垒更近，了解，了解很多，然后这样就会帮助你传球更容易一些。等于说，其实是你接到球的位置是稍微比较趋前的位置，比起原本在原地等球，虽然说你创造了一个往一垒的动量，但也压缩了自己出手的时间。对，哇，非常有趣，果然是离 MLB 只差一步的选手。而且我觉得刚分享传球这件事，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有了脚步相对正确，有概念以后，其实传球就是宗哲一开始讲的，你会觉得好像常常传球稳定性没有那么好。我觉得张宝树教练这点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不会在这边等这么久，有一个更好的动量跟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习惯 routine 的培养，以后把这件事做习惯了以后，你的整体的蓄力到出手就会更顺畅。那其实刚刚聊到在普门嘛，那其实普门在宗哲那时候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球队，就刚刚宗哲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年代高院还是非常强如果是现在看青棒的新球迷，可能觉得普门现在是王者，但那是后面的事情了。那你觉得在普门这3年你进步最多的地方，或者说普门这支球队它不管是在训练上或比赛上，教练的风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那时候你在普门觉得自己打球的观念大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真的进步蛮多的，真的是3年下来很多东西，不管是打击，因为我觉得你拿高3跟国3比，真的会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我高3又要准备旅外，不可能说都没什么进步，有办法旅外，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要我说教练真的教我什么，我觉得教练每天就是给你们去做些事情，然后你们自己去练球、去比赛，做习惯之后，你学到的东西，而不是他真的教了你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就是用一个东西去。就是去说他真的教了你什么。宗哲，如果我讲错，你可以纠正我。我听起来其实跟小联盟有点像，对不对？就是教练不会给你很多的。可是我觉得我在小联盟学蛮多东西的。如果你要问我手背的核心、打击核心、抛垒核心什么，我全部都可以讲出来。我觉得我们球队教了我蛮多东西。就是说他在观念上、细节上，其实对还是给你蛮多细节。好，那这部分我们下集再聊，因为下集我们跟宗哲聊到小联盟部分。刚刚还没有开录之前，宗哲有私下跟我们聊一下说，邱教练有在你这个成为一个游击手的路上，也给你一些观念的指导。他那时候也是希望你全力丢球嘛，对，也是给你一个观念说，好的游击手也不能只会一个接球的方式，就是正面接球的方式。所以其实你在普门就已经被允许，或者甚至是被鼓励用这种各种方式去攻击这些球的弹跳了。对，他那时候也会希望我可以用反手，希望我可以全力丢球。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这点做得很好。对，但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做得更好，是他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但那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完全不会怪他。有一天，如果我有机会去学到，我要告诉以后选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这其实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不是只是给予指示，而是给予选手一个思考的方向，让他知道为什么教练会这样做指导，甚至选手可以担任自己的教练。其实我觉得刚刚宗哲这几句话非常言简意赅的把这个观念传达出来了。关于防守这边就补充问一下宗哲啦，因为其实在今年中华职棒的季中，其实关于守备相关的话题很多嘛。如果大家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比如玉木教练有提了一些跟育成守备相关的一些想法等等的，引起了一些讨论。那时候宗哲也有在社群媒体上发表一些想法。那其实常听我们的听众就知道我跟阿月也是非常偏向美式的一个观念，跟宗哲的想法很像，就只要能把play 处理起来，能够把打者在一垒前杀掉，那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姿势能够最快、最有效率的完成这一个 play， 就是一个好的方式嘛。所以宗哲也是留下类似的言论嘛，只要能抓到出局数的方式都是好的方式。宗哲还记得这件事吗？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在高中所受的训练跟在美国所受的训练，在防守这一块上，以及跟可能玉木教练是比较偏向比较传统一点的日式的方式，好了，你觉得差异主要会在哪边呢？像美国他们就追求当然出局数，因为我觉得到美国打球后，就是你的教练好像从头教会你一遍规则，就是我们来打球规则是，今天打者打出去，你要让他出局，对，而不是一个人的动作多漂亮，我给你10分或8分，就是你要搞清楚，就是今天来创比赛的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样。我那时候其实是觉得玉成的接球很好，因为他就是完全就是散发出他只是来接球、垫步，然后传球。对，我觉得很漂亮，就是这样是最简单的。那当然，玉木教练我没给他教过，我其实也不应该在网络上讲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第一翻译没翻好，第二可能媒体没有写到重点，或者是写了什么不是他说出来的话，也都有可能。但是我没有认识他，所以我也不应该去讲他怎么样。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只是比较针对，就是说，我觉得玉成就是手背很好，只要能抓到出局，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对，这个我们一定要帮宗哲澄清一下。宗哲其实并不是直接评论任何一位教练的执教方式，绝对的。宗哲在 Threads 上单纯只是回答说，内野手的工作就是要制造出局数，这句话是绝对100%正确的，因为它就是棒球规则。对，当然，我觉得就是你在制造出局数的过程中，你能做得更流畅，那是最棒的。那我相信玉木教练应该也是希望选手做流畅。那玉成他就是可以把出局数一直抓到，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一定有他好的地方，只是有没有办法结合，我觉得那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补充问一个比较延伸性的问题，问一下宗哲，因为我跟阿月的观念比较像是这样，就是如果身为一个游击手，其实无论是正手、反手、跑传、行进间各种区前，应该都是你要具备的武器来去解决掉打者，把打者杀在一垒前。所以其实在美国的教练他灌输你的概念也是类似像这样，他觉得你什么都该要会，你才会是一个好的游击手，还是会很强调你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处理球吗？不会，这就是我讲守备的核心哦。我们球队就教你就是 play catch 传接球。他说今天就像
打者就像在跟你传接球一样，今天有一个人跟你传接球，他突然丢了一个就是 one half 的球，你不会用手背姿势去接，你一定用一个很舒服，然后有空间的方式去接球。他说滚地球就是像这样，你用你一个觉得你舒服的方式去接球，因为你如果没接到球，你连丢歪的机会都没有。但只有你先接到球了，你接完球之后，我们一样还在 play catch， 你现在就是垫步传给你的队友，传在胸口，这从你 play catch 的时候就要做的事情。练习好好的垫步，练习把球丢到胸口 ，safe 或 out 都没关系。因为 safe 或 out 都不是他打出来之后你可以决定的事情。是，如果今天他跑很快，那应该是要在打出来之前你就要守前面一点，而不是你一样守很后面，然后他打出来你很 rush， 然后去接到球，然后就是没好好垫步，然后急了就传。然后他说，当然你的垫步你要练习，可以垫4步丢球，你可以垫1步丢球，甚至就是一接到马上传，就是这都要去练习。就是他觉得动作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最舒服的方式去接那颗球就是最好的动作，所以他觉得你要先接到球，然后垫步传到胸口，就这样。其他秒数的问题，击垒有人，这个应该都是要打之前，就是你要去做的。然后所以好的那一手要去读计分板，就是击出局、击垒有人，这投手配捕手配什么球。就是你在预备的时候，你可能直球会往左边跳一步，变化球往右边跳一步，然后谁在打，他跑得快不快，然后分数我们有没有需要抓双杀还是抓一个就好，然后第几局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蛮多计分板可以告诉你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找出一个好的站位，然后他打到球之后就再开始 play catch 就开始了，你就是去接到球垫步传球，就这样。有一个点应该是大家都很熟知的，就是如何去应对球、处理球。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好像是台湾的球迷比较少听到，就是对于比赛的理解、解读。我觉得这件事超级重要，对防守者而言，因为球一来那太快了，你没有办法在球来以后才去思考这么多事。就像你讲的，那些站位的东西都是要在这个 play 发生以前，你就已经要 setting 好了，你就要去准备好去接受这些东西。那只是当下球来了以后，你就已经内化在你的身体里，你就可以完整的做出你想要做的事情了。你前面准备的越充足的话，那球打出来你就不会 rush。你不会 rush， 你就不会去犯一些不应该犯的错。没错。宗哲，那我想要就既然聊到内野的守备，我想要补充问你一个点，就是在美国，就在海盗体系或者在你在小联盟面对的那种日常 routine 的训练上，他们会针对可能内野手各种不同的接球的技术去做一些加强嘛？因为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内野手，他有分享这一块他们训练的 routine， 也推荐给他们自己的一个高中的教练或是选手，似乎跟东方传统上我们就是比较习惯，就是大量打 logo 让大家去接，以量取胜，而不是像你讲的，好像在 play catch 一样，就是很流畅的做自己是你该做的事情。在这一块，你有什么样就是你亲身的观察吗？routine 的话，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嘛。然后我觉得打击、守备都好，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routine。你能100%准备好比赛，那个 routine 就是最好的 routine。然后再来我想说的是，就是守备一定会有一些具有可以做，但是这些东西通常都是你自己要去告诉教练，你的反手你想要多接一些，然后你想要怎么接，他可能你跪着，然后他打一些就是弹跳，然后让你去接，或者你想要先用徒手稍微接几颗棒球，甚至有时候他在打网球、打棒球、打垒球、打很小的那种弹簧球，但是很慢，但你要用手去感受不一样的球，来你要怎么把它接住。不管打击或守备也好，他们都不希望你只是一个会接球的人，或者是你只是一个会打击的人，他们希望你是一个有办法善用你的工具去接到每一种球的人。完全理解。然后或者是你是一个可以拿一个棍棒的东西，然后去打到任何一种球也好，不一样的位置，不一样速度，就是你要是一个有办法就是在这个运动表现得很好的人，而不是一个永远我只会打。它可以让你可以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境。因为当你有办法处理不一样的东西，那今天只有一种东西来，你就会很容易相对更简单，相对容易一些。我举例好，假设你常常有一些不规则，那你的对这种应变不好，那他可能会在草皮放一些machine 的那种脚架，
好让他然后他打，他不一定会打到，没打到就是正常的滚地球，但他打到的时候会就是弹起来，那你要怎么去应对这种球？是，因为你不可能就叫你打100颗气球，1颗不规则来让你练，这很多没错。然后就是有蛮多的，但你要自己去蛮有趣的去想你现在缺的是什么。那很多东西是要从比赛告诉你缺的东西是什么。那所以你要100% 的身体、头脑都好，进入比赛，然后去碰到这些问题，你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隔一天可能再修一下，然后但是也不能让身体很累，因为我们教练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教练打100颗就是方狗这种给你，你都不一定会进步，都无法比过你比赛接的那1-2颗球。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大体力接这100颗，然后比赛的时候可能没办法100% 去接那么重要的一颗球？所以他说练习是准备，比赛是 development， 就是比赛才是让你真的有办法学习的。一整年下来就是那么多场比赛，你要怎么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准备一场比赛也很重要，因为比赛只会越打越多，然后越来越密集，所以认识你的身体，如何调整你的身体都很重要。我觉得超级赞的，宗哲分享那种超级赞的，就是盲目的练，你看起来量很多，但其实能内化到你比赛实际展现出来的或许不多。但是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像阿约开始讲的，宗哲就是有办法当自己的教练。我觉得你能够为自己规划你需要什么，从比赛当中去体验，去了解自己缺什么，跟教练讨论，去做加强。那加强的量可能就不用多，因为你已经找到问题之所在了，所以你就把对症下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后，下次再回馈到比赛中，可能你就可以把类似的 play处理起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了。在台湾，我觉得像我自己，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很难过，打不好，去接很多是一种释放，是一种好像对自己接完有一种安定感，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被感觉给骗，你真的要找到对的东西，然后真的就是像你说对症下药，那才是真的在解决一件事情，而不是做了一件让你安心的事，事情就结束了。而且我觉得刚刚宗哲讲的一块，我觉得真的触动蛮大的，就是美国教练也有跟你提到说，他要真正做 player development， 要发展你的这个选手的技能是在比赛中。所以他们小联盟的比赛就是为了把你们这些选手养成送上大联盟。是。输赢真的比较是其次，当然你必须想办法赢，因为这也是大联盟球员需要的技能。但是我觉得那个核心底层的逻辑不太一样，让我有点想起就是古林，他有讲到，他说他真正练会指叉球是在实战中去投看。他在牛棚中练100颗，他都没感觉。他被那一天曲球没办法投，他就是硬着头皮在比赛中丢指叉球，他突然就会了。所以似乎跟宗哲刚刚提到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你在比赛中的那一颗的进步，或许会胜过你练习中的100颗。我觉得当然也是，我觉得有相互呼应啊。那当然不是说练习不重要，当然你必须具备足够的练习、足够的基础能力，你才有办法在比赛表现得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蛮值得，就是宗哲的学弟们好好来思考一下。好，那学弟们刚刚有讲到，我就为高中来做一个简单的收尾啦。然后就是最后啦，在高中的最后，那其实宗哲也很顺利的最后出国了。那好奇请问一下宗哲啦，最后是跟海盗签约，但在签约以前是有其他美日职的球队有跟你谈过吗？有跟别人给过你 offer 吗？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海盗呢？日本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也知道他们没有很正常，毕竟我这种类型的球员他们应该蛮多了。然后美国的话有其他队，然后也都有开价，但是我其实如果最后金额差距不大的话，我其实都应该还是会选海盗。就像海盗输人家可能5万美金之类的，我都还是会选海盗，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海盗球探侯哥，我觉得他蛮努力在就是接触我。然后加上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整个让我很放心的可以去，然后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让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就是觉得你来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了解。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海盗的刻板印象，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你去洋基，他们可能必须要管 Aaron Judge， 没时间管你。但是其实老实说，这是两回事啊。大小联盟是两回事。但是那时候因为不懂，所以刻板印象大概是这样，就会觉得应该有比较多机会可以被照顾到。
我觉得的确也是很被照顾。事后来验证这件事情，无论是猴哥也好，或是你现在在小联盟球团的体系，我觉得你应该就像你讲，你学习到很多，所以非常的充实，应该是完全不后悔这个决定。我完全不后悔，甚至我近期就是我现在离大联盟有点接近，但我近期其实也都想过一件事，就是假设我真的没有上去了，我一点都不会后悔，我也不会怪过海盗，因为没有海盗，我不知道我可以说英文；没有海盗，我不知道就是我有机会单季10轰；没有海盗，我不知道我可以变成这么好的内野手；没有海盗，我不知道就是原来棒球是要这样子打。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海盗，我都不会学会。但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我到现在还是很想拼上大联盟。那我相信球团也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段小联盟的过程，虽然可能还没走完，但是这段小联盟的过程，我觉得我已经学到真的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我很感恩，很感谢他们，就是带给我一个就是台湾，然后屏东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把我带到那边，然后教我这么多。你刚刚这一段有没有想要录个英文版本，然后寄给因为我觉得真的蛮感人的。我刚刚听到是有点触动到我，有一点点哽咽的感觉。对，我觉得宗哲本来就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啊。其实我们都一直都知道宗哲是非常感念，无论是教练也好，或是一切，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个性，或是有这样子感恩的心也好，我觉得是让宗哲有更多知足以及打拼的动力，让你自己一直那么认真的想要往更高的殿堂去发展。其实很多人说你讲话有禅意，我觉得也很合理。对，你去看你的那个专访，东哥专访下面里面很多人说宗哲讲话为什么那么有禅意，因为普门。对，大家说不愧是普门杰出校友啊。OK 啊，好啦，这以上是开玩笑。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上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来跟宗哲聊一下，就是为国出战的经验哦。那其实宗哲国际赛经验也蛮丰富的，包括说 U18 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冠军。那23年的时候，其实宗哲也打了经典赛跟亚运嘛，所以我们来简单聊一下这些国际赛的经验。我们先从 U18 的世界杯开始好了。其实宗哲加入的是一支我个人啦，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支球队，19年台湾的 U18 国家队那一年拿下了冠军让我们真的是看得非常的振奋。那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其实宗哲担任的是队长的角色，周教练是那一次这个集训的代表，我觉得他是总教练啦。那他是为什么会选择你担任队长的这一个职位呢？当初你跟周教练是怎么聊的？这个的话可能真的要问他，但是我其实有透过新闻有看到，因为他没有主动来告诉我，就是我们之后会选你当队长，好像没有，或者他直接公布了吗？对，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在就是所有球员面前，好像有，我有点忘记了。不过他那时候是觉得他看到我是很有拼劲，然后就是可能有领导人能力之类的。可是老实说，我做了什么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也没当过队长，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觉得就大家把自己球打好，那我们自然就会赢球。只是我觉得队长就是一个可能教练会告诉我，球队今天大概要做什么，然后几点要干嘛，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要去提醒大家，大概是这样子。会有一些资讯会让你先知道，那可能教练还是会再讲一次，但是你可能会多了一个责任，就是毕竟要提醒这些队友，队友可能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自律，要提醒他们。但我觉得其实周教练这个决定完全不意外啦，因为其实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看到宗哲在场上也好，然后包括我看到了一些新闻，其实也都有提到说，宗哲很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说，是在普门的比赛里面都可以看到宗哲基本上就是一个球队的领导人物，然后很积极的去提醒大家目前比赛的状况等等。那我相信周教练当然也跟普门交手过，也一定知道宗哲这样的一个个性啦，所以我相信这可能为什么没有特别聊，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决定，好像不需要太多的一个解释。但我们如果回到当年世界杯的当下，因为拿到冠军了，宗哲你对那一年的比赛还有多少印象？有没有哪个 play 或哪一场比赛是你特别印象深刻？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阵容还不错，是因为我们的投手，我觉得有很多人可以丢超过150。那时候的陈志杰、陈柏宇，李承勋那时候刚好受伤，他没有伤，对，但是他也是可以丢150。然后于谦那时候也丢到150，然后那时候左投还有林玉明、王彦辰，那时候还有潘文辉嘛？对，还有潘文辉，他甚至丢到160。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投手阵容真的很强，但是真的冠军战那一场可能也只用到2位还是3位而已。好像就于谦跟柏宇。对，我忘记中间玉米有没有投。
好像没有。但是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投手很强，但我觉得短期赛要拿冠军，投手很重要，还有防守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队可以一直在短期赛拿冠军，我觉得是这样。打者的话，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好像还好，若卫杰打很好，那时候若卫杰在那个赛会打很好，但其他好像没有说谁真的，我们好像没有半个人打全垒打，就是在国内我们都是有办法打全垒打的人，不要说一直打全垒打，但生涯都有打过，但是在那个国际赛反而打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是面临到更高阶的投手也好，或者是比赛的压力之下，就是你没办法那么放得开的去打。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点这样，然后那时候的美国队，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他们很强，但是好像没有过往那几届那么可怕的感觉。但是抢的很强，像什么 Armstrong 那个在小熊队那个 Armstrong， 对，但是以后来他们进到小联盟，确实好像没有到每一个人都现在有机会在大联盟，所以跟过往比起来，好像我们那一年对到的美国队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还是很强了。那绝对还是超级强，对，绝对还是很强，但是跟以往几届比，可能没有到最强这样子。我们来聊一下亚运跟经典赛这2次成棒国际赛的经验好了，对，因为毕竟聊了青棒，想说23年这2次还是来聊一下。那你觉得在成棒的国家队出赛的感觉跟 U18 这一次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相信，毕竟那个受到国人大家关注的一个眼光的程度是差非常多，尤其是你应该是第一次打成人国际赛，就是经典赛。等于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赛事。那时候你有感受到什么压力吗？或者说跟这一些老大哥学长们一起打拼的感觉，你有什么想法？压力我觉得是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打很好，不会有人怪我什么的。OK， 那时候因为21岁嘛，对，我觉得可能跟玉成的那种压力不一样，因为玉成他可能是打不好，他就对他可能就会被骂。但我的话，可能你不要打得太不好，应该都还 OK。然后那时候，所以我觉得压力就少蛮大的。然后那时候，另外我其实不会很紧张，也不会很有压力，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自己准备的很够，然后就觉得一样就是棒球比赛。其实跟我在春训没人看的，也是一场9局比赛，跟这里也是一场9局比赛，差的只是应援、球迷、啦啦队那些就是不一样而已，关注度不一样。但其实我们从观众席以内这场内所做的事情，其实还是一样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就没什么，就比赛啊，就 compete 就这样而已。然后也不需要去 review， 不需要干嘛。了解。那宗哲，我看你最近应该还是蛮耿耿于怀，就亚运被吃掉一支全垒打这件事，对嘛？因为那支全垒打在12强出现以后，我记得你就有在社群上 po 文嘛。你还记得吗？亚运那时候记得。对，那有没有觉得很可惜？就是那时候有没有全垒打？以及我记得你好像有说，如果那球过去，你之后就不会投点了。对，因为那时候如果过去的话，我们落后1分，然后如果全垒打的话，我们是落后1分，我可能想再敲一支 ，OK， 我就不用点。但那时候落后2分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脑海有在想，我那时候其实，在打击区的时候，我还想过，我那时候是真的想过一句话，我就说，如果我现在敲过了，我打很好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真的会赢吗？然后我想，那我就为了团队，就哪知道点不好。我还记得那场我们应该是有直播，看到你点下去，我就因为那场你打超好，那场你打超级好，所以就哇，好可惜啊，怎么会点下去？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如果4支4输球，其实也没什么用。然后我觉得我不如赌一次好了，但也不一定说打一定安打。然后但是那时候3垒手比较后面，因为他们都觉得你3支3不可能会点，你铁定是那我就要点，那我是点了安打几率可能比我打更高。那就 why not？ 我那时候就心里想 why not， 然后就点，然后刚好点到一个坏球。那当然，我觉得那个气势是真的差很多，就突然你一支球队最烫的打者突然自杀，然后就突然好像你这一场就没机会那种感觉。
的确是比较可惜啊，因为我们在预赛是把韩国干掉了嘛，那只是最后这样就稍微可惜。不过那场你真的已经打得很好了，你真的已经打得好，我觉得你真的不用自责太多。我觉得就是可惜，比赛就是有输有赢嘛，我们就是把自己准备到最后。而且我觉得宗哲对这个 play 一定有你自己的比赛理解，就像你讲的，你看到防守球员针对你今天的打击结果，他就站得比较深一点，你觉得这个上垒的几率是高的，那只是最后的结果不如人意，那也没办法，只是下次再面对到同样的 case， 搞不好你就有不一样的想法。最后想要跟宗哲聊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选择了海盗队 ，OK， 那但是宗哲刚好签约的时候就碰上了一个世界上会写在历史课本里面的大事，2020年的疫情这一年。我以为大事是郑宗哲要加入美国职棒，不是是不是也是 OK。好，那2020刚好遇到这个新冠的一个疫情啦，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职棒联盟都是停赛的状态。那时候大家还记得中职是唯一有打的，还开了英文转播等等。那一年基本上小联盟也是基本上就是停赛了。所以刚签约就碰到这样的状况，那这一年当中你是怎么样度过的？那时候是先去春训2个月，然后就突然有一天美国人都回家了，所有人都回家，就剩我跟7位委内瑞拉球员，因为他们机场也关了。OK， 然后我突然觉得要怎么办？就每天就是我发现有时候你今天先不要出来，然后又有一天说我帮你问到我们早上10点可以去打 K 级什么的，然后就我翻译帮我喂球，他很希望我留下来，然后他还帮我就是打翻狗给我接什么的，那就我们2个人然后突然这么大的场地，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现在海盗变我管了，我现在想怎么我在里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样打了1-2天之后，突然觉得，然后嘞就是怎么办？现在怎样？就是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有点被放生了，是不是？算是没有，因为他们那时候怕说我回来台湾会回不来，如果后面 OK， 如果有打回不来，所以希望我再等一下。但后来我经纪人是叫我就是你就先回去吧，因为你就是这些队友都回去了，那就先回去。然后那时候回家之后，那时候刚好我好像要隔离，就从我回去的那1-2天前宣布要隔离，但是在家啦，就是不是去饭店。然后隔离完那一年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借由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国体修蛮多课的。OK。然后我那时候也在那边做重量，跟林慧胜、郑浩君他们，然后在那边做。然后那一阵子其实就是吃很多，练很多，然后就是突然把自己有身材有稍微变大一点点这样子。OK， 所以你这一年除了身体上的成长之外，你刚刚说国体修了很多课，我真的蛮好奇的，你是修了哪些课，然后会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没有，那时候就只是必修啦，因为我觉得，因为很多课你要修嘛，4年，然后那时候第一年一看就让你可以赶进度，这么多课真的修得完吗？可是后来看就是蛮感谢那时候就是有空就去上，有空就去上，然后真的就是让我现在剩最后1科了，然后就毕业。那时候会觉得说遇到这件事情心情有受到影响吗？因为毕竟就是晚1年开始打职棒。还好，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样，所以就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好，就突然觉得好像现在是这支球队，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遇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然后就没打球，那大家都一样，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练了，活在当下。哇，好啦，我觉得宗哲真的是一个超级处变不惊的人啦。你看刚刚讲到的 WBC 经典赛，我不知道有多少选手可能都觉得很挫球，那种2-3万人的场子，宗哲觉得没关系，我就是 compete。遇到了一个疫情，大家都很 panic， 宗哲觉得没关系，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解释了为什么宗哲有让大家很称赞的这些特质啦。那我们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此告一段落，然后大家就还不要太急哈，因为跟旅美相关的内容就会在下集我们会跟宗哲有更多的分享跟讨论，然后那再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节目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Danny， 我是主持人阿宇，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拜拜。